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冒牌对冒牌戏精夫妇有点甜》故事解说。苏夏出身于书香底蕴浓厚的艺术世家，是家中的二小姐。从小到大，她的姐姐苏叶曦都是旁人眼中的完美名门贵女，品学兼优，才艺满身。而苏夏自己的22年人生却过得十分随性佛系，活成了妥妥的咸鱼模样。在她过往的人生里，最擅长也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不经意间搞砸身边的各种事情。原本她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平淡度日，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任务彻底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彼时，商界传来重磅消息，顾氏集团与苏氏艺术基金会正式官宣达成战略合作。两大顶级豪门为巩固合作关系，有意让各自的继承人联姻。这场联姻也成为了两家企业深度绑定的关键纽带。就在联姻事宜提上日程之际，身在硅谷的苏家大小姐苏叶曦因故无法及时赶回国内，联姻对接的事宜一时间陷入停滞。顾氏集团掌权人顾燕礼直接向苏家放出了强硬的信号，以此向苏家施压。他告知苏家，苏叶曦远在硅谷无法履约，若是苏家执意推脱，他便会立刻暂停苏家改装厂所有的进口配件供应链。面对顾燕礼的强势威胁，苏夏满心不服气，直言对方是在用手段逼迫自己和苏家。迫于两大豪门的合作大局，长辈们最终商议决定，让擅长随性生活、从不被规矩束缚的苏夏暂时顶替姐姐苏叶曦，以苏家大小姐的身份参与和顾燕礼的为期1个月的试婚相处，体面推进两家的联姻流程，等待苏叶曦归国后再做后续安排。按照约定，下午3点，苏夏如约抵达西山别墅，正式开启这场临时的试婚之旅。他进门后主动向顾燕礼礼貌问好，顾燕礼也从容回应。两人初次正式碰面，气氛略显拘谨。一旁围观的小辈暗自感慨苏夏年纪轻轻，反观顾燕礼年岁稍长，忍不住私下吐槽两人是老牛吃嫩草，同时也觉得样貌出众的顾燕礼气场冰冷，看起来十分不好相处。为了缓解初次见面的尴尬，苏夏主动寻找话题。得知顾燕礼刚从硅谷归来，便顺势询问硅谷的 AI 科技发展是否十分发达。顾燕礼闻言，平静地向他科普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提到如今 AI 在艺术品鉴定中运用十分广泛，能够通过分析画作笔触精准判断作品真伪。苏夏听完，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露馅，成功接住了对方的话题。但在顾燕礼的视角里，眼前的苏家小姐刻意投怀送抱，又故作高深卖弄学识，显得格外刻意无趣，让他心生抵触。苏夏努力端着名门淑女的姿态，刻意调整手部姿势，维持着优雅的模样，试图完美扮演姐姐的身份。顾燕礼抬手示意苏夏落座，两人落座品茶闲谈。苏夏主动夸赞桌上的大吉岭春摘茶叶口感绝佳，同时留意到了桌上精致的茶具。他认出这套茶具是宋代建窑黑釉瓷，知晓这是大伯曾在拍卖会上重金拍下的藏品，价值足以媲美一辆入门级跑车。顾燕礼看着他从容识宝的模样，也顺势夸赞这套茶具修足精细，自带古朴雅致的韵味。就在两人闲谈之际，顾家的赵管家准时现身，向二人说明试婚期间的相关规则。赵管家表示，为了让两位相处者在试婚阶段更好的磨合交流，两家夫人特意设置了专属互动任务，两人可以通过专属笔记本记录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日常观感，完成各项互动打分。而这些分数和相处表现将作为试婚结束后两家是否正式推进婚约的核心参考依据。听完赵管家的一番话，苏夏内心十分震惊，没想到这场看似走过场的试婚，竟然还有类似考试的考核机制。他瞬间反应过来，想必是顾燕礼提前打通了关系，连管家都在刻意配合对方，监督自己的表现。此时顾燕礼主动起身，正式向苏夏自我介绍，坦言自己是顾氏集团现任总裁，平日里是大龄单身的工作狂，性格冷酷，心思细腻，还略带小心眼。苏夏听后连忙客气回应，称对方太过谦虚，态度礼貌又疏离。随后顾燕礼主动询问起苏夏的个人情况，外界传闻他是国务院特派的字画修复师。苏夏立刻顺着姐姐的履历介绍，讲述姐姐苏叶曦的优秀过往，不仅是国内顶尖的字画修复鉴定师、清北研究生，年少时更是连跳3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斩获过芭蕾舞金奖，是名副其实的全能才女。顾燕礼听完这番完美的介绍，心生疑虑，误以为苏夏是刻意堆砌履历，试探自己的底线。苏夏见状内心慌乱，完全摸不清对方的心思，生怕自己的伪装出现破绽。就在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之际，不小心失手碰掉了桌上的宋代建窑黑釉瓷茶杯，珍贵的茶杯瞬间摔碎在地。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苏夏彻底慌了神，连忙开口道歉，反复强调是自己的疏忽所致。顾燕礼看着惊慌失措、神色局促的苏夏，语气平淡地询问自己是否看起来十分凶狠。
为何苏家堂堂继承人，胆子却如此渺小？随后他淡定吩咐赵管家上前收拾碎片，避免碎片误伤到人，全程没有半点苛责的意思。但苏夏内心依旧十分愧疚，暗自懊恼自己又闯了祸，白白给姐姐丢了脸面。他立刻拿出手机联系姐姐苏叶曦，带着愧疚的语气向姐姐坦白，自己不小心打碎了价值堪比跑车的宋代古董茶杯，询问姐姐是否有办法修复。苏叶曦得知情况后十分温柔，没有丝毫责怪。他告知苏夏，自己专攻的是字画修复，并不擅长瓷器修复，但知晓苏夏会简单的陶艺，鼓励苏夏可以试着尝试修复。苏夏十分无奈，坦言自己只会捏简单的泥巴怪兽，根本没有修复古董瓷器的能力。即便如此，苏叶曦依旧耐心安慰妹妹，告诉她已经做得很好，不必过分自责，同时表示会立刻安排人手收购同款茶杯，进行原价赔偿，彻底打消苏夏的顾虑。苏夏依旧满心不安，害怕自己的失误彻底搅黄姐姐的婚约。苏叶曦随后坦诚告知妹妹，自己主动报名敦煌的文物修复项目，本就是因为从未在意过这场商业联姻，即便婚约就此取消，她也丝毫不会觉得可惜。姐姐的通透温柔让苏夏十分动容，她当即下定决心，姐姐安心奔赴自己的艺术事业，这场婚约由自己全力守护，绝不能让姐姐失望。调整好心态的苏夏决定尝试用自己仅懂的陶艺技巧弥补过错，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尽力一试。另一边，顾燕里的弟弟顾笑前来探望，看到哥哥格外关注苏夏的动向，忍不住开口调侃。顾笑直言，既然哥哥如此在意这位未婚妻，为何当初不亲自回国赴约，反而找人顶替自己或苏家大小姐试婚？顾燕里神色冷淡的回应，自己只是出于对联姻对象的基本尊重，才会关注试婚进度。这场联姻的核心是苏家大小姐的身份与两家的合作价值，并非苏夏本人。只有对方品行出现严重问题，才会考虑终止婚约。顾笑听完十分不屑，当场吐槽两人是绝配，嘲讽顾燕里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故作优雅、刻意装腔作势的苏夏也和他十分契合。就在两人交谈之际，赵管家前来汇报，告知顾燕里将记录印象的笔记本落在了客厅。顾笑见状顺势调侃，让顾燕里亲自填写对苏夏的初印象，若是不愿动笔，便由自己代笔。顾燕里直言自己不屑于做这种表面功夫，顾笑便直言说出自己对苏夏的看法，用假惺惺、自恋、爱装腔作势3个词概括了对苏夏的全部印象。次日清晨，苏夏主动找到顾燕里，为昨日打碎茶杯的事情再次郑重道歉，同时拿出自己连夜赶制的作品作为补偿。他带着诚恳的态度解释，自己准备了全新的同款茶杯，同时还有一件自己亲手修复改造的作品。顾燕里看着眼前的物件，一眼就看出手工制作的杯子没有原版专属编码，和正品并非一套，内心暗自觉得苏夏十分虚伪，想用新品冒充修复品糊弄自己，却又觉得他的手段有些出人意料。苏夏见状连忙解释，全新的茶杯是用来赔偿的正品，而这件造型独特的笔筒是自己耗费一夜心血，用破碎的古董碎片改造而成。他试着向顾燕里科普自己采用精善修复法，发现无法将碎片完全复原茶杯原貌后，便结合宋代工艺风格与独特的艺术美学，搭配软陶保留了原始古董碎片，完成了这件作品。说到最后，苏夏坦言自己只是强行找补，实在编不下去专业说辞，直白表示若是对方不喜欢，大可直接丢掉。顾燕里看着这件造型怪异却独一无二的笔筒，嘴上没有夸赞，只淡淡吐槽丑得十分特别，内心却已然对这个与众不同的苏家二小姐产生了些许兴趣。随后两人一同前往餐厅吃早餐，相处氛围逐渐放松。顾燕里看着活泼灵动的苏夏，主动询问她是否口渴。用餐过程中，苏夏无意间的小动作让顾燕里觉得格外有趣。顾燕里此时正在填写试婚初印象表格，原本平淡的心境因为苏夏的种种反常举动悄然发生了改变。苏夏察觉到顾燕里一直在盯着自己，心中疑惑不解，主动开口询问。顾燕里坦然回应，自己正在记录她的饮食喜好，方便后续相处磨合。她主动分享自己的饮食习惯，偏爱高蛋白、低糖、便捷营养的食物，正餐更喜欢西餐牛排这类精致餐食。苏夏认真记下对方的喜好，同时好奇询问顾燕里为何总是连名带姓称呼自己，觉得对方太过刻板正经。顾燕里没有过多解释，随后主动贴心安排，让赵管家收拾出影音室旁的空闲房间，专门给苏夏当作陶艺工作间，方便他深夜创作，不用再受场地限制。苏夏闻言又惊又喜，同时顾虑陶土和颜料容易弄脏房间，担心遭到长辈责备。顾燕里十分淡然，告诉他无需顾虑，房间脏了可以清理，清理不干净可以直接更换，家中佣人会全权处理。
这份贴心的安排让苏夏满心感激，真诚向顾燕里道谢。放松下来的苏夏随即询问影音室的位置，得知可以在里面看电影后，瞬间心生揣测，误以为顾燕里是想和自己一同观影。这是一场考验双方审美风格的试婚考核，他立刻端正心态，做好了应对考核的准备。观影前，顾燕里询问苏夏想吃什么零食，自己可以帮忙准备。苏夏得知对方观影从不吃高热量的可乐爆米花，只吃无糖希腊酸奶，搭配冻干莓果和奇亚籽，内心暗自吐槽对方的饮食习惯太过苛刻，活得毫无乐趣，和顾燕里本人的清冷刻板性格一模一样。观影过程中，苏夏看着屏幕里可爱的动画角色，忍不住小声夸赞动画里的兔子可爱，狐狸帅气，小熊好看，全程少女心满满。他心里清楚，清冷严肃的顾燕里肯定不爱看动画片，这类温馨治愈的影片向来是温柔的姐姐的喜好。顾燕里看着眼前鲜活可爱的苏夏，主动递来零食，态度悄然温和。两人选定影片后，顾燕里看着全程专注观影，毫无刻意伪装的苏夏，回想自己之前的判断，忍不住暗自自嘲。早上竟然会觉得这个随性跳脱的女孩有趣。观影途中，顾燕里留意到苏夏频频犯困，瞬间猜到她是因为昨夜熬夜修复杯子，制作补偿作品才会精神不济。观影结束后发生了乌龙意外，苏夏明明记得自己一直在客厅看电影，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躺在卧室床上，她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自我调侃是梦游回到了房间。次日清晨，苏夏醒来后偶遇顾燕里的好友陆先生，陆先生调侃她若是再不起床，自己就要拨打急救电话了。苏夏简单吃过早餐后，顾燕里准备前往公司处理工作。临行前，他主动叫住苏夏，提出两人需要定下试婚的约法三章，明确相处边界。苏夏立刻认真倾听，配合对方的规则制定。顾燕里缓缓说出3条相处规矩：第一，双方保证各自的私人空间，互不打扰彼此的工作与生活；第二，相处期间有话直说，心中有不满可以直接提出，方便双方快速了解彼此；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试婚期间绝对不能产生任何亲密行为。苏夏坦然应允，承诺自己会严格遵守所有规则。顾燕里离开别墅后，在路上偶遇前来闲逛的顾笑。顾笑看着一身正装、模样周正的哥哥，调侃他打扮的体体面面，是不是要去抢婚？随后他告知顾燕里，自己已经帮他修好赛道专用车的核心零件，同时邀请哥哥晚上一同参加温家老三的单身派对。顾燕里直言派对无趣，果断拒绝邀约，同时叮嘱顾笑近期好好待在家，认真配合试婚考核，不要肆意外出玩乐。他明确告知顾笑，1周后自己将出国。这段时间苏夏的试婚打分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自家改装厂的资金供给，一旦分数不合格，资金链将会直接断裂。顾笑听完满心无奈，吐槽哥哥太过无情，丝毫不近女色，全然不顾家中试婚的苏夏，整日只忙于工作和利益。无所事事的顾笑忍不住开始揣测独自在家的苏夏，此刻应该正在读书作画，安分守己配合试婚。另一边，留在别墅的苏夏正在认真整理对顾燕里的印象笔记。他结合这段时间的相处，记下顾燕里大龄单身、工作狂、冷酷小心眼的特点，同时暗自打分，认为对方懂得谦虚，自带独特品味，各加5分。饮食习惯健康却缺少生活乐趣，不予加分，并且牢记双方不能亲密接触的规矩，暗自记下可加分的细节。傍晚时分，苏夏察觉顾燕里外出应酬，主动发消息询问对方的结束时间，还贴心询问是否需要管家前去接送。顾燕里看到消息后，调侃苏夏是太过无聊才主动关心自己，并非真心挂念。他告知对方应酬即将结束，无需专人接送。苏夏贴心回复会为他留好家门，等待他归来。顾燕里结束应酬返程后，同行的朋友调侃他归队太早，好奇家中是否有人等候。顾燕里回到别墅后，苏夏立刻察觉到他身上的酒气，主动表示要为他冲泡热牛奶解酒。顾燕里看着伏案书写的苏夏，忍不住暗自揣测，对方是不是在偷偷书写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担心自己会被打出低分。苏夏全然不知对方的心思，满心都是顺利完成试婚任务，不让姐姐失望的想法。很快，苏夏端来一杯加了蜂蜜的热牛奶，递到顾燕里面前。顾燕里接过牛奶，轻声道谢，同时叮嘱苏夏，日后自己若是晚归，他无需特意等候，直接休息即可。苏夏随口反问，若是自己不等他，不为他准备热牛奶，家中佣人王妈是否会贴心准备蜂蜜热牛奶？顾燕里明确表示不会，心中暗自感念这份专属的贴心。没过多久，顾家长辈突然到访别墅，苏夏瞬间紧张慌乱，担心自己顶替姐姐试婚的事情败露，也害怕长辈突然到访让双方尴尬。
连忙慌乱致歉，生怕自己的言行出现差错。次日一早，苏夏收到了新的试婚任务卡，任务内容是参加一场慈善拍卖会。苏夏看着任务卡，第一时间想要告知顾燕里，却发现别墅内空无一人，屋内还弥漫着烟雾。他瞬间心生担忧，害怕屋内发生意外。慌乱之际，屋内突然响起音乐。苏夏误打误撞闯入了顾燕里的卧室，意外看到了顾燕里的身形，瞬间羞得满脸通红，连忙转身离开。离开卧室的苏夏尴尬到极致，内心疯狂社死，暗自吐槽自己莽撞失礼，还误会了顾燕里。他再次找到顾燕里，将慈善拍卖会的任务卡交给对方。顾燕里看完后，表示拍卖会当天自己需要前往公司处理事务，没有空余时间参加。短暂的对话让两人之间的气氛格外尴尬。苏夏自觉失礼，不敢多做停留，匆匆告辞离开。独处时，苏夏再次联系姐姐苏叶曦，满心愧疚地诉说自己又闯了祸，不小心冒犯了顾燕里。他原本不想打扰忙于工作的姐姐，不愿让姐姐为自己的失误烦心，但实在无措，只能求助。苏叶曦依旧温柔耐心，安抚妹妹不必慌张，慢慢说明事情原委。得知全部经过后，苏叶曦果断提出可以暂时终止试婚，立刻派人接苏夏返回海城，不必勉强自己。苏夏连忙拒绝，坦言这次的乌龙完全是自己莽撞所致，不能因此让两家心生芥蒂，更不能让正在忙碌事业的姐姐忧心。他主动宽慰姐姐，自己从未在京市的宴会露面，无人认识自己，参加慈善拍卖会不会有露馅的风险，若是实在麻烦，也可以找借口推脱。苏叶曦随即告知妹妹，自己近期要带领团队前往美国参加学术论坛，论坛结束后会直接飞往京市，亲自和顾家对接联姻事宜。他郑重告诉苏夏，在此期间若是受了任何委屈，随时可以终止试婚，无需硬撑。苏夏十分动容，夸赞姐姐永远优雅从容。反观自己总是狼狈出错，苏叶曦温柔开导他，真正的优雅从不是从不狼狈，而是狼狈过后能快速收拾心态，调整状态。姐姐的通透让苏夏更加坚定信念，决定好好守住这场婚约，不让姐姐的心血白费，好好完成这场临时任务。与此同时，顾笑得知阿姨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即将开启，询问顾燕里是否参加。顾燕里依旧选择拒绝。顾笑知晓这场宴会满是争奇斗艳的豪门小姐，调侃苏夏为了这场拍卖会早已提前准备，好奇她能否从容应对。话音刚落，顾燕里便起身出门，打算前往拍卖会为苏夏保驾护航。慈善拍卖会现场，各路豪门名媛齐聚一堂。有人看到独自到场的苏夏，认出她是顾燕里的未婚妻苏家大小姐苏月曦，忍不住私下议论。有人嘲讽苏夏深夜到场还戴着墨镜，是刻意装高冷。还有人直言她样貌平平，根本配不上优秀的顾燕里，替顾燕里感到不值，甚至提及本该有其他名门小姐联姻顾家。还有故人感慨，自己和顾燕里多年未见，缘分之事向来随缘，不必强求。一旁看热闹的人出言嘲讽旁人多管闲事，肆意议论他人。苏夏全程沉默不语，暗自告诫自己，只要安静待到宴会结束，不说话不出错，就能顺利完成任务，绝不搞砸姐姐的事情。宴会现场，有名媛高调展示自己的拍卖捐品，是父亲珍藏多年的乾隆官窑青花缠枝莲花纹瓶，当众炫耀藏品的釉面质感与精致画工。苏夏多看几眼，便精准看出这件瓷器的问题，直言瓶身线条僵硬粗糙，如同煮过头的面条，并非清代画师经典的铁线描技法，且青花发色过于艳丽，大概率是民国时期的仿品，并非真品官窑。这番直白的点评瞬间惹怒了对方，对方气急败坏，怒斥苏夏胡说八道，还扬言要教训他。苏夏瞬间意识到自己又闯了祸，内心慌乱不已，只想赶紧逃离现场。他快速平复心态，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再出错，一定要稳住局面。现场众人随即起哄，好奇苏夏准备的拍卖捐品是什么，纷纷等着看他的藏品。有人提前透露，顾燕里原本准备的捐品是珍贵的羊脂玉簪子，众人满心期待苏夏的藏品能与之匹配。苏夏慌乱之下差点拿错物品，最终拿出了一件看似普通的陶制小珠。这件质朴的陶珠瞬间引来全场嘲讽，众人纷纷调侃这是批发市场的廉价旅游纪念品，根本没有任何收藏价值。面对众人的讥笑，苏夏坦然解释，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获奖的艺术作品，对自己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现场主持人及时控场，将这件陶珠定义为当代艺术反叛内卷的先锋作品，宣布起拍价仅100元。话音落下，立刻有人出价250元调侃，紧接着有人直接出价1万元，直言这件手工原创的陶珠远比刚才的民国仿品更有收藏价值。众人依旧满心不屑，继续加价调侃。
有人出价1万250元，刻意用250的数字调侃苏夏。就在众人以为这件无人看好的陶珠即将低价成交时，现场突然出现一位神秘买家，直接出价250万竞拍这件小陶珠。天价出价瞬间震惊全场，在场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纷纷疑惑是哪位买家愿意花费重金拍下这件看似普通的手工陶珠。刚刚肆意嘲讽、疯狂加价的众人瞬间哑口无言，再也不敢随意调侃。最终，这件独一无二的手工陶珠以250万的天价被神秘买家拍下。拍卖会结束后，苏夏满心好奇，想要当面感谢这位赏识自己作品的神秘买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买家不愿透露身份，只留言十分喜欢这件作品，能从中感受到纯粹的快乐与治愈。苏夏离场时不慎脚下打滑，险些摔倒，幸好被人及时扶住。他察觉对方身形陌生，并非顾燕里，内心满是疑惑。对方温柔安抚他无需担心，主动公主抱扶住他，直言是特意前来为他撑腰，让在场众人知晓他的身份与底气，不再随意轻视调侃。苏夏瞬间反应过来，方才拍下陶珠的神秘买家，此刻出手相助的人，大概率就是顾燕里。他找到顾燕里，主动询问对方是否就是那位神秘买家，顾燕里却刻意否认。苏夏没有继续追问，满心欢喜地向顾燕里表达谢意，坦言自己今晚格外开心。心情大好的苏夏主动邀请顾燕里去飙车，体验速度与激情。顾燕里十分意外，没想到看似温柔文静的苏夏竟然会喜欢如此刺激的活动。骑行途中，苏夏真切感受到晚风拂面的自由与畅快，忍不住感慨风中带着花香，肆意享受着当下的美好。活泼的苏夏还故意调皮逗弄顾燕里，让对方全程紧张不已。返程途中，身为路痴的苏夏不慎迷路，无奈之下只能换顾燕里开车。坐稳之后，苏夏真诚向顾燕里道谢，感慨自从认识他之后，自己的运气变得越来越好，人生也多了很多不一样的乐趣。两人的相处氛围也愈发轻松融洽。